大家好，我是光从团队的上。今天的影片呢，我们是要来开箱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就是搭配这个金属抛光机，是大的这个马达，它使用的这个集成机。那我们会在影片里面介绍它的一个优缺点，以及它的一个适合使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下适合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机器去进行一个粉尘的回收。好，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大马达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去选择去使用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金属抛光机的这个大马达的部分呢，它本身的这个座比较高，然后比较宽，所以呢，如果把它分类的话，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是怎么样？来，首先第一个。它的轮子呢，因为这个座的关系，所以可以挂附到大概6英寸，也就是大概12公分左右的这个直径的大轮子。那所以这种大的轮子呢，就比较适合什么？大型的物件抛光研磨使用。但你说小型的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你小的抛更好，因为像我这样有一个介质棒，就不用担心会去 K 到，有没有？不就容易撞击到这个轴心，因为它空间都很大。那再来第二个，也是因为它这样子宽的关系，所以呢，你其实在操作的时候啊，不一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去用它，你可以左边跟右边各放不同的粗细，然后让2个可能工人或师傅同时去操作使用。那所以呢，总结这样子的一个马达，它比较适合在哪里？我们的工厂，或者是说你的物件的数量比较多、比较大的时候呢，去操作使用。好，那因为这个马达呢，它的体积比较大，挂附的轮子比较大，所以呢，相对的你在抛光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这个粉尘量也会比较多。所以通常客人在用这台马达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可以再额外添购这样的一个集成的一个装置。那这个集成装置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功能呢？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首先，它是独立的一个照明系统。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它的时候，但你还没有要抽风，你想要看东西，你看清楚的话，你可以开启它的这个照明系统，你就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看得会比较仔细。那第二个，它的这个进风口，就是进风口是搭配我们这个马达而去设计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轮子，就是轮子左边、右边的轮子，它有独自的这个进吸尘的一个风口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是这边，然后这边。那如果你开机的时候呢，就是你开启这个。你会发现，马达跟这个集成又是另外一个它们是分开来的一个电源系统。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先开集成的这个装置，那当我要用的时候呢，我再去开启我的这个马达。这样的话呢，声音才不会这么的大声。那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独立关掉。那如果说我都全部做完了，我也不想要再使用它，我就可以再额外的把我们这个集成的装置给关掉。以前它是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你开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系统就会全部一起打开，包括马达运作。那我们觉得这样有点危险，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好，我们另外补充2点介绍首先第一个，这是它的集成滤网，就是说，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所有的粉尘呢都会被从这个地方吸进去，然后集中在这一张滤网上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抛下来这些金粉、贵金属粉，都会有效的被吸附在上面，可以进行2次的回收，降低你的金属的损耗。好，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来实测一下这个马达它在运作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噪音分贝数大概多少，因为这也是最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好，那我们直接开机来测试一下。这是集成的声音，加上马达。所以它整体运作的声音大概在78到80几之间。这是因为我讲话才要到90几我现在闭嘴不讲话，你看好，所以呢，你会看得到它的声音呢，噪音量其实不大，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小台的这个噪音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没有因为它的体积变大，然后呢声音就变得很大声这样。好，看完上述的一个介绍影片，我相信你大概对这台机器有一个认识跟了解。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基本上呢，这样的大马达呢，
我自己啦，在卖了这么多年的设备里面来讲，它比较适合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你的物件比较大，你是大量的需要抛光研磨的这种工厂或者是工作室去使用。那再来第二个是说，当然你的空间如果够大，你可能同时有很多学员要上课，但是大家都会抢一台马达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让两边的学员各占一个人去做一个操作机使用。那搭配这样的集成机呢，就可以降低许多的这种因为抛光而产生的粉尘的问题。所以呢，不要看它这么大，然后就觉得哇，它一定不好用，它还是有适用的时候。只要你的空间够，基本上我都还会建议你们用这样的大马达去做一个抛光研磨的动作。当然，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它的粉尘回收的方式呢也会比较集中一些些。OK， 好，那如果你们对这样的一个设备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可以跟我们询问。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影片介绍的还不错，甚至身边周遭的朋友刚好要找这样的抛光研磨设备，都欢迎你帮我们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知道。那今天谢谢你的观赏，谢谢。